親愛的朋友們，歡迎來到微光夜讀。保安在哪兒？這是誰放進來的？年會是隨便什麼人都能混進來的嗎？趕緊把他帶出去！王麗端着香檳杯，指着陳然大聲嚷嚷，聲音在富麗堂皇的宴會廳裡格外刺耳。保安立刻走過來，面露難色，準備架住陳然的胳膊。就在保安快要碰到他的時候，一個威嚴的聲音響起：“住手！都給我住手！”李總急步衝過來，一把推開保安，怒吼道：“瞎了你的狗眼！”接着，在王麗震驚的目光中，這位公司總裁換上了前所未有的恭敬，雙手遞上名片，對着陳然微微躬身：“陳總。”王麗那張帶着鄙夷和嘲諷的臉瞬間凝固，手中的香檳杯啪的一聲掉在了地上。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。3個月前，陳然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工作邀請。陳總，這次的項目比較特殊。助理小張在辦公室裡匯報着。李氏科技集團申請了5000萬的 A 輪融資，但他們的团隊背景和項目進展存在一些疑點，我們需要有人深入內部進行實地調研。陳然放下手中的咖啡杯，看着桌上厚厚的項目資料。作為華盛風險投資公司最年輕的合夥人，他已經主導過10幾個成功的投資案例。每一個都為公司帶來了豐厚的回報。李氏科技，陳然翻開資料，這個李總我見過，上個月的路演上他的表現很積極，但我總覺得有些東西不太對勁。小張點點頭，正是因為這樣，董事會才決定讓您親自去調研。不過這次的方式比較特殊，您需要以普通員工的身份進入他們公司，近距離觀察團隊的真實狀況。陳然皺了皺眉頭，這種深度調研的方式他以前也用過，通常能發現很多表面上看不到的問題。具體怎麼安排，我們已經和李總那邊聯繫過了，就說是我們公司派遣的實習生，負責一些基礎的數據整理工作。您的真實身份只有我們幾個核心人員知道。陳然考慮了一下，這確實是最好的調研方式。5000萬不是小數目，必須要慎重對待。好，我接受這個安排。什麼時候開始？下周一就可以入職，為期3個月。3個月後，他們公司會舉辦年會，到時候您可以公開身份，宣布投資決定。1周後，陳然穿着簡單的職業裝，拎着普通的黑色手提包，走進了李氏科技集團的大楼。您就是华盛那邊派來的實習生吧？人事部的張經理熱情地接待了他。歡迎歡迎，李總特別重視和華盛的合作，您有什麼需要儘管提。陳然微微點頭，謝謝張經理，我就是來學習的，大家不用特別照顧。那怎麼行呢？張經理連連擺手，您代表的可是華盛公司，我們當然要好好招待。对了，您的工位安排在財務部，主要負責一些數據統計工作。接下來的幾天裡，陳然很快融入了公司的日常工作。表面上他只是個負責整理數據的基層員工，但實際上他在默默觀察着公司的每一個細節。第1周結束時，他就發現了不少問題。財務數據上有明顯的美化痕跡，一些關鍵的研發進展被誇大了，團隊的技術實力也遠沒有路演時展示的那麼強。更讓他擔心的是，公司內部的管理混亂，員工流失率很高，看来這個投資需要更加謹慎。陳然在自己的工作筆記上寫下了這樣一句話。時間很快過去了2個月，陳然在李氏科技的潛伏生活已經完全步入正軌，同事們都把他當作一個普通的實習生。這天中午，
他正在公司食堂吃飯，忽然聽到鄰桌幾個同事在討論什麼。聽說了嗎？下個月的年會可熱鬧了。李總說華盛那邊的大老闆要親自過來。真的假的？華盛可是業內 top 級的投資公司，能來我們這小廟真是燒高香了。據說那個投資人特別年輕，還是個女的，才30出頭就做到了合夥人的位置。哇，那一定是個特別厲害的女強人。陳然低頭繼續吃飯，心裡卻在思考着年會的事情。按照原計劃，他確實應該在年會上公開身份，宣布投資決定。但經過2個月的實地調研，他對這個項目已經有了明確的判斷。晚上回到酒店，陳然給助理小張打了電話。小張，關於李氏科技的調研基本結束了，怎麼樣？陳總，這個項目值得投資嗎？陳然在電話裡詳細匯報了自己的發現。從目前的情況看，這個項目風險太大，他們的技術實力、管理水平、財務狀況都存在嚴重問題。我建議撤銷這次投資。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。陳總，如果要撤銷投資的話，是不是應該在年會上當面告訴李總，這樣比較正式一些？你說的對，而且李總一直以為我是普通實習生，在年會上公開身份應該會很有戲劇效果。陳然想了想，就按原計劃進行吧。年會前1個星期，公司裡到處都在準備，李總更是興奮得不得了，每天都在辦公室裡打電話聯繫各種事宜，一定要把會場布置得豪華一些。華盛的陳總可是我們的貴客。李總對着電話大聲說道：對對對，就是那個年輕的女合夥人，聽說她手裡掌握着幾十億的資金。陳然路過李總辦公室時，聽到了這些話，他心裡有些好笑。李總顯然對他抱着很大的期望，可惜最終的結果可能會讓他失望。這幾天，李總還特意來財務部關心了幾次陳然的工作。小陳啊，你在我們公司工作的還習慣嗎？李總笑眯眯地問道。挺好的，李總。陳然客氣地回答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們華盛公司的人就是不一樣，工作態度特別認真。对了，下周的年會你一定要參加啊，我們華盛的陳總要來，到時候你也可以見見你們的大老闆。好的，李總。陳然強忍着笑意答應了。如果李總知道他口中的大老闆就在他面前，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。年会前2天，陳然接到了一個意外的電話。陳然，你還記得小姨嗎？電話那頭傳來一個尖銳的女聲。陳然愣了一下，這是他小姨王麗的聲音。他和這個小姨的關係一直不太好。王麗是出了名的勢利眼，專門喜歡炫耀自己老公的地位和女兒的成就。小姨，你怎麼想起給我打電話了？哎呦，我聽說你現在在李氏科技工作啊，真是太巧了。我老公張建國就是李氏科技的大客戶，我們經常和李總一起吃飯呢。王麗的語氣裡滿是得意。陳然這才想起來，他小姨的老公張建國是做建材生意的，李氏科技確實是他的客戶之一。李總下周要辦年會，我和建國都被邀請了，到時候你也去吧，讓小姨看看你現在混得怎麼樣。王麗繼續說道，語氣裡帶着明顯的炫耀意味。好的，小姨。陳然簡單的應了一聲。掛斷電話後，陳然心裡有些複雜。他和王麗一家的關係一直很疏遠，主要是因為王麗太過勢利，總是看不起他這個普通上班族。這次年會，王麗肯定要在他面前炫耀一番，到時候當王麗知道他的真實身份時，表情一定會很精彩。年會當天，
陳然特意穿得很低調，一件簡單的黑色職業裝，沒有任何昂貴的配飾，看起來就像一個普通的基層員工。他拿着邀請函走進了5星級酒店的宴會廳，整個會場布置得金碧輝煌，到處都是鮮花和氣球。顯然，李總為了迎接華盛的陳總下了很大的血本。剛走到入口處，陳然就看到了一群珠光寶氣的人圍在簽到台附近，人群的中心正是他的小姨王麗。王麗今天打扮得特別隆重，身穿一件價值不菲的晚禮服，脖子上戴着粗大的金項鏈，手指上的鑽戒在燈光下閃閃發亮。他正在和幾個穿着西裝的高層說着什麼，臉上帶着得意的笑容。我女兒在哈佛讀 MBA， 明年就畢業了，到時候回國肯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。王麗大聲炫耀着，我們家建國的生意也越做越大，李總都說他是最重要的合作夥伴。幾個高層連連點頭，臉上帶着恭維的笑容。陳然正想繞開這群人去簽到，但王麗的眼睛很尖，一眼就看到了他。王麗臉上的笑容瞬間消失了，眉頭擰成了一個疙瘩。她放下手中的香檳杯，用一種極其不友善的語氣大聲喊道：“哎呦，這是誰啊？陳然，你來幹什麼？”周圍的人都被王麗的聲音吸引了，紛紛轉頭看向陳然。陳然感到無數道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，有些尷尬。小姨，是你讓我來的。陳然平靜地說道：“我是讓你來，但沒讓你這樣來。”王麗指着陳然的穿着，語氣更加尖酸：“你看看你這一身打扮像什麼樣子？這是公司年會，不是菜市場。”幾個高層面面相覷，顯然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家庭矛盾感到不知所措。王麗接着大聲說道：“你不是在這裡做小職員嗎？幹雜活的那種？年會是給你們這種人參加的嗎？”陳然的臉色有些難看，他沒想到王麗會當着這麼多人的面羞辱他。“小姨，我是收到了正式的邀請函才來的。”陳然拿出手中的邀請函，王麗看了一眼，不屑地說道：“邀請函肯定是你偷偷拿的吧？李總怎麼可能邀請你這種小職員參加年會？”說着，他轉向身邊的一個保安，大聲吼道：“保安，保安在哪兒？這是誰放進來的？年會是隨便什麼人都能混進來的嗎？趕緊把他帶出去！”保安立刻走過來，臉上帶着為難的表情。他看了看陳然手中的邀請函，又看了看氣勢洶洶的王麗，不知道該怎麼辦。“王夫人，這位小姐確實有邀請函。”保安小心翼翼地說道。“邀請函是假的。”王麗斷然說道。“我老公是李總的重要客戶，我對這個公司的情況很了解。他就是個打雜的小職員，怎麼可能有資格參加年會？”幾個高層開始竊竊私語，顯然也被王麗的話影響了。在他們看來，王麗確實更有權威性。陳然感到所有的血液都衝上了頭頂，他沒想到自己會在這種場合被如此羞辱，周圍人的目光像刀子一樣刺向他，讓他幾乎無法呼吸。小職員這個標籤像一團臭泥，被王麗當眾潑在了他的臉上。保安最終還是走向了陳然，準備按照王麗的要求把他請出去。就在保安快要碰到陳然的時候，宴會廳的門突然被推開了，一個威嚴的聲音比王麗的聲音更有穿透力地響了起來：“住手！都給我住手！”所有人都轉頭看向門口，李總帶着一眾公司高層急匆匆地走了進來，他的臉上帶着明顯的焦急和緊張，額頭上還有汗珠。“李總來了。”有人小聲說道。王麗立刻換上了笑臉，準備上前迎接。
他剛才還在羞辱陳然，現在立刻要在李總面前表現出最好的一面。李總，您來了，剛才我正在幫您維護年會的秩序呢。王麗笑着說道，有些不相關的人想混進來，我已經讓保安處理了。但是李總根本沒有看王麗一眼，他的目光在會場裡搜尋着什麼，顯得非常着急。當他看到陳然時，臉上的表情瞬間變了。他疾步衝到陳然面前，一把推開了那個準備驅趕陳然的保安。你知道你在幹什麼嗎？瞎了你的狗眼！李總對着保安怒吼道。保安嚇得連連後退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。接着，讓所有人都震驚的一幕出現了。李總換上了一副前所未有的恭敬和謙卑表情，他雙手遞上自己的名片，對着陳然微微躬身，語氣帶着明顯的討好和急切。陳總，您怎麼親自過來了？我派人去接您就好了。整個宴會廳瞬間安靜下來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。王麗那張帶着鄙夷和嘲諷的臉瞬間凝固了，手中的香檳杯啪的一聲掉在了地上，酒液濺了一地。陳總，王麗的聲音變得尖細。李總，您是不是搞錯了什麼？他就是個小職員啊。李總這時才注意到王麗，他的臉色變得很難看。王夫人，您剛才對陳總做了什麼？王麗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。陳然看着眼前的場景，心裡五味雜陳。他原本打算在年會上低調地公布身份，然後禮貌地宣布撤銷投資。現在這個情況讓一切都變得戲劇化了。李總，不用這麼緊張。陳然平靜地說道，我確實是以員工身份在你們公司工作了3個月。李總的臉色更加蒼白。陳總，您這是？我需要近距離了解你們公司的真實情況，所以選擇了這種調研方式。陳然的聲音很平靜，但每個字都清楚地傳達到了在場每個人的耳中。周圍的高層開始面面相覷，他們開始意識到這個小職員的真實身份是多麼震撼。王麗更是瞪大了眼睛，完全無法接受這個現實。不可能，你怎麼可能是什麼陳總？你明明就是個华盛風險投資公司合夥人。陳然淡淡的補充道，專門負責李氏科技這個項目的投資決策。這句話如同一顆重磅炸彈，在宴會廳裡炸開了。所有人都意識到，他們剛才目睹了什麼。那個被當作小職員羞辱的女孩，竟然是握有5000萬投資決定權的華盛公司合夥人。李總的額頭上開始冒汗，他意識到剛才發生的一切可能會影響投資。陳總，剛才的事情真是太抱歉了，我們完全不知道。李总连聲道歉。李總，我理解。陈然的語氣依然平靜。畢竟我的身份確實比較特殊，不過，我想這也讓我看到了你們公司的一些問題。李總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。陳總，您的意思是？陳然沒有立刻回答，而是走到了王麗面前。王麗此時已經完全失去了剛才的囂張氣焰，臉色慘白，不知道該說什麼。小姨，剛才您說我只是個幹雜活的小職員，對嗎？陳然的聲音很輕，但每個字都像錘子一樣敲在王麗的心上。陳然，不，陳總，我剛才……王麗想要解釋什麼，但話到嘴邊又不知道該怎麼說。陳然轉向李總，李總，我想問一下，剛才王夫人讓保安把我趕出去的時候，你們的管理層在哪裡？李總的臉色更加難看。陳總，這個我們剛才在後台準備，沒有注意到前面的情況。一個員工在年會現場被客戶家屬公然羞辱，
甚至要被保安驅趕出去，而公司的管理層卻毫不知情。陳然的語氣依然平靜，但話語中的意思卻讓在場的所有人都感到了寒意。這就是你們公司的管理水平嗎？李總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。陳總，這絕對是個意外，我們平時的管理絕對不是這樣的，是嗎？陳然從包裡拿出一個文件夾。那這3個月來我觀察到的這些問題，又該如何解釋呢？他打開文件夾，裡面是厚厚的一疊調研報告，財務數據美化，研發進展誇大，技術實力不足，管理混亂，員工流失率高達 30%。陳然逐項念出他調研發現的問題。李總，這些都是我作為一個小職員在你們公司3個月內觀察到的真實情況。李總的臉色已經完全沒有血色了，他知道這些問題的暴露意味着什麼，而剛才發生的事情只是再次證明了我的判斷。陳然繼續說道，一個公司如果連基本的員工尊嚴都無法保障，又如何能夠承擔起5000萬投資的重任呢？整個宴會廳鴉雀無聲，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陳然的最終決定。陳然看了看李總，又看了看周圍那些高層，最後把目光停在了王丽身上。李總，我現在正式通知您，华盛風險投資公司決定撤銷對李氏科技的投資計劃。這句話如同晴天霹靂，李總整個人都搖搖欲墜。陳總，請您再考慮一下，剛才的事情真的只是個意外，這不僅僅是剛才的事情。陳然搖了搖頭，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。一個公司的企業文化和管理水平，往往在細節中體現。王麗這時候終於反應過來，她意識到自己剛才的行為可能毀掉了這筆巨大的投資。她急忙上前想要挽回。陳然，陳總，都是小姨的錯，小姨向您道歉，求您不要因為小姨的話影響投資啊。陳然冷冷地看着她，王女士，這不是個人恩怨的問題，這是商業決策。他轉向李總，不過我可以給您一個建議，如果您真的想要獲得投資，建議先從內部管理做起。當一個公司能夠真正尊重每一個員工的時候，才有資格獲得投資者的信任。說完這些話，陳然拿起自己的包，準備離開。陳總，等等！李總急忙追上去，能不能再給我們一次機會？陳然停下腳步，回頭看着這個滿臉焦急的中年男人，他想起了這3個月來的觀察。李總本人其實並不壞，只是在管理上確實存在很多問題。李總，不是不能給機會。陳然考慮了一下，但是需要看到真正的改變。李總眼中露出了希望的光芒。您的意思是，半年後，如果你們公司能夠在管理水平、企業文化、員工關懷等方面有實質性的改善，華盛可以重新考慮投資事宜。陳然說道，但前提是要有真正的改變，而不是表面功夫。李總连连點頭，一定，一定，陳總，我們一定會努力改進的。陳然點了點頭，然後看向了王麗。王麗此時的臉色已經變成了青紫色，她完全沒想到自己的勢利行為會產生如此嚴重的後果。小姨，您剛才說我沒有資格參加年會，現在您覺得呢？陳然的聲音很平靜，但問出這個問題時，在場的每個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力量。王麗張了張嘴，但什麼話都說不出來。他想起剛才自己的那些話，現在看來是多麼的可笑。人與人之間的尊重，不應該建立在身份和地位的基礎上。陳然繼續說道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，無論他是總裁還是清潔工，
都應該得到基本的尊重。他停頓了一下，環視了一遍現場的所有人，希望今天的事情能夠給在座的各位一些啟發。說完這些話，陳然向李總點了點頭，然後走向了宴會廳的出口。走到門口時，陳然忽然想起了什麼，又轉過身來。對了，李總，他的聲音在安靜的宴會廳裡清楚地傳達到每個人的耳中。剛才那位保安，他只是在執行指令，沒有做錯什麼，希望這件事不要影響到他的工作。李總連忙點頭，當然當然，陳總考慮得很周到。陳然滿意地點了點頭，然後真的離開了宴會廳。他走後，整個宴會廳依然保持着詭異的安靜，所有人都還沉浸在剛才那個驚天逆轉之中。王麗癱坐在椅子上，她知道自己今天的行為不僅丟盡了臉，還可能影響到老公的生意。李總的臉色很難看，他顯然對王麗的行為非常不滿。王夫人，今天的事情，李總的語氣很冷淡。王麗知道，她和老公精心經營的這層關係，可能因為今天的事情而受到影響。幾個高層也開始竊竊私語，討論着剛才發生的事情。他們對於這個小職員的真實身份感到震撼，同時也在反思自己平時的管理方式。年會還在繼續，但氣氛已經完全不同了。每個人都在思考着陳然剛才說的那些話，關於尊重，關於管理，關於企業文化。1周後，陳然回到了華盛風險投資公司的辦公室。陳總，您回来了。助理小張迎了上來。李氏科技的事情處理得怎麼樣？比預期的要戲劇化一些。陳然笑了笑，把調研報告遞給小張。投資暫時撤銷了，但給了他們半年的改進期。小張翻看着報告，看起來確實問題不少。不過陳總，您這次的臥底調研確實很有效果，發現了很多常規盡職調查發現不了的問題。是的，這種方式確實能夠看到企業的真實面貌。陳然在自己的辦公椅上坐下。不過這次還有個意外收穫。什麼收穫？讓我重新思考了一些關於尊重和平等的問題。陳然看着窗外的城市風景，有時候身份和地位會蒙蔽我們的雙眼，讓我們忘記了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尊重。小張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。您是指年會上發生的事情嗎？陳然把年會上的經歷簡單地講述了一遍。小張聽完後也感到很震撼。您的那個小姨現在怎麼樣？小張好奇地問道。聽說她老公的生意受到了一些影響。李總對他們的態度明顯冷淡了很多。陳然淡淡地說道。不過這也算是他自作自受吧。半年後，李氏科技再次向華盛提交了投資申請。這一次，他們提供了詳細的改進報告。陳然仔細閱讀了報告，發現李總確實做出了很多實質性的改變。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員工關懷體系，改善了內部管理流程，甚至專門設立了員工權益保護部門。看起來他們是認真在改進。陳然對小張說道：“要不要再去實地考察一下？”小張建議道：“這次就不用臥底了，正式考察就行。”陳然笑了笑：“我想李總應該已經認識到問題所在了。實地考察的結果確實讓人滿意。李氏科技的企業氛圍有了明顯改善，員工滿意度大幅提升。流失率也降到了正常水平。最終，華盛決定重新啟動對李氏科技的投資，不過投資額度從5000萬調整到了3000萬。畢竟他們還需要時間來證明這些改變的可持續性。陳然在董事會上解釋道。投資協議簽署當天，李總專門向陳然表示了感謝，
陳總，如果沒有您那次的提醒，我們可能永遠都不會意識到這些問題。這是雙贏的結果。陳然微笑着說道，希望你們能夠繼續保持這種改進的勢頭。至於王麗，他在那次年會之後就很少再聯繫陳然了，偶爾在家族聚會上碰面，也是小心翼翼的，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樣肆意的嘲諷。她的老公張建國的生意確實受到了一些影響，雖然李總沒有明說什麼，但合作關係明顯不如以前親密了。陳然對此並不感到高興，他從來沒有想過要報復誰，他只是希望通過這件事能夠讓更多的人明白尊重的重要性。在一次公司的內部培訓中，陳然把這次經歷作為案例分享給了同事們。投資不僅僅是看數字和報表，更要看企業的文化和價值觀。他對着台下的投資經理們說道，一個不尊重員工的企業很難有長遠的發展前景。台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，而我們作為投資者，也有責任引導企業建立更好的企業文化。陳然繼續說道，這不僅僅是為了投資回報，更是為了社會責任。1年後，李氏科技在陳然的投資幫助下，成功推出了他們的核心產品，並獲得了市場的認可，公司的估值也翻了幾番。李總專門請陳然吃飯慶祝。陳總，這次的成功真的要感謝您，不僅僅是資金支持，更重要的是您讓我們學會了如何做一個真正的企業，這是你們自己努力的結果。陳然舉起酒杯，我只是在關鍵時刻提供了一些建議而已。不，陳總，李總認真地說道，你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，真正的成功不僅僅是業績的增長，更重要的是企業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底蘊。陳然點了點頭，他很高興能夠看到這樣的改變。對了，陳總，您的那位小姨，李總小心地提起這個話題。不用提他了。陳然擺了擺手，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。每個人都會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後果，這就夠了。時間過得很快，轉眼間又是1年過去了。陳然已經成為了華盛風險投資公司最成功的合夥人之一。他主導的投資項目成功率高達90%以上。在一次行業論壇上，有記者問他成功的秘訣是什麼？深度調研，實地了解。陳然簡單地回答道，紙面上的數據只能說明過去，只有深入了解企業的文化和團隊，才能判斷它的未来。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調研方法？記者追問道。陳然想起了那次在李氏科技的臥底經歷，有時候最好的了解方式就是站在最基層的角度去觀察。當你放下身份和地位的包袱，真正融入一個環境時，才能看到最真實的一面。這個回答被媒體廣泛報道，並引起了業界的關注。很多投資公司開始學習陳然的調研方法，派遣投資經理以普通員工的身份進入目標企業進行實地調研。陳然對此感到欣慰，他希望這種方式能夠推動整個行業更加注重企業文化和社會責任。5年後的春天，陳然收到了一份特別的邀請函，李氏科技要舉辦公司成立10週年慶典。李總特意邀請他作為特別嘉賓出席。慶典當天，陳然再次走進了5年前那個宴會廳，但這一次他是以華盛風險投資公司高級合夥人的身份，受到了所有人的熱烈歡迎。李總在台上發表感謝詞時，特別提到了陳然，感謝陳總5年前給我們的那個珍貴的機會。不僅僅是投資的機會，更是成長的機會。
他讓我們明白了，真正的企業家精神不僅僅是追求利潤，更要承擔社會責任。台下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。慶典結束後，陳然在宴會廳裡遇到了幾個熟悉的面孔，其中包括5年前那個差點被要求驅趕他的保安。陳總，您還記得我嗎？保安激動地走了過來。當然記得。陳然微笑着點頭。現在怎麼樣？太好了，公司現在對我們基層員工特別好，不僅工資漲了，還有各種培訓和福利。保安滿臉笑容，都說是您當年給李總提的建議，我們這些普通員工都很感謝您。陳然心裡感到溫暖，他知道那次的小職員經歷雖然帶來了一些不愉快，但最終的結果是值得的。離開宴會廳時，陳然再次回頭看了一眼這個見證了他人生重要時刻的地方。5年前，他在這裡被人稱作小職員，被當作瘟神要趕出去。但也正是在這裡，他學會了用更加深刻的眼光去看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去理解什麼是真正的尊重和平等。現在的他不僅在事業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找到了自己作為投資者的社會價值和使命。走出宴會廳，夜風輕拂過臉龐，陳然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他知道，無論走到哪裡，無論取得多大的成就，都不能忘記最初的那份初心，用專業和真誠去對待每一個項目，用尊重和平等去對待每一個人。這就是他從那次小職員經歷中學到的最寶貴的財富。感謝大家的觀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嗎？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。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，並分享給更多的人，這會對我幫助很大。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。